我这台休息很烂，我要买新的。拿到了，不要不要。大家好，我是 Lonan， 我是爸爸。这边前阵子呢，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看到台湾的妈妈就很容易就可以满足小孩子，你有发现吗？有，像小孩子他们想要什么，妈妈都给。小孩子哭了，妈妈，我要吃冰。不要哭，不要哭，去买冰去。哎，妈妈，我这台休息很烂，我要买新的。吵死。不要不要。我发现台湾小孩最爱说的这句话就是不要，对不对？有吗？其实我没有注意听。我们也是在闲聊的时候聊到这一块，然后我们第一次分享自己以前小时候家里的人怎么教育的，然后我觉得蛮好笑的，可以拍成一集影片跟大家分享。比较我们西方的教育方式跟台湾的教育方式哪里不一样？我们其实也不是教育专家，只是单纯跟大家分享，就是分享我们个人的经验。这个都呢，你小时候爸爸妈妈有因为犯错而打过你吗？好像不太会，我觉得基本上欧美国家没有打小孩子这种的习惯。真的吗？对，西方人觉得打小孩子是完全不行的行为。最近很多国家的法律已经说这件事变违法了。小时候就是不听话，你父母会打你吗？当然，因为我生长在比较闽南式的家庭，就是大家都讲台语，他台味。我是80年代的小朋友，多少还是会有打骂教育的背景长大的。因为我们以前爸爸妈妈就是这样被教育的，就是阿公阿妈就是打骂这样，就是你不管犯错是哭闹，第一时间他们一定会拿起那个棍子来，很可怕。然后我们称作是捶阿基插把戏，捶阿基就是捶，这是棍子，插把戏就是你的肉。我就打好像在煮菜一样，是吓你到红死。就是看到他们拿出那个棒子，就是你快逃走吧。我做什么坏的事情，我爸爸他就会拿出他的皮带，然后就是发出一个很大的声音，杀死我们。这只是煮乖乖，对。嘿，要怪。我爸爸他个人是真的很平静的个性，所以听他骂我们时候，我知道他是很 serious， 很可怕，所以我们就是很快就承受他。然后我们最后如果不听话，他们会给我就是用不同的处罚方式，像逼着我们做家事，像割草或者洗碗或者那个洗地板之类，是非常讨厌。然后等到我们做好，才给我们吃饭，或才给我们玩游戏之类的。所以是一种处罚，对不对？对，就是他不用打，他是用勉强我们做要的事情。在台湾这件事情，妈妈在做。对，功课写不好也被打，跟弟弟吵架也被打，出门在外调皮捣蛋也要被打。你觉得他们用打这种方式有效吗？还是多少会，可是我们心里会觉得很不平衡。大庭广众之下直接打我们，然后我们觉得非常的丢脸。在公共场所打你的话，是不会受到别人的负面眼光吗？是吗？我觉得大家好像觉得哦，我们就打小孩。这是没常识。对 ，OK。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有一次我跟我弟弟吵架了，然后我爸爸就很生气，拿出皮带。他没有像你爸爸一样子，他不会这发生而已，他真的会打。跟我弟弟就变成合作模式，就是一起拿着大枕头绑着。不要打我，不要打我。我们从吵架变成合作。哇！可是你还是不听你爸爸的话。我们还是就是给他打一打，然后就哭一哭，然后就没了。我觉得讲讲就是也给他笑笑，因为我知道现在体罚已经不行了。我们很常看到外面有的小孩都用哭闹得到他想要的东西。那你在你们国家，或是你小时候会常发生这样的事情吗？那个其他美国家庭是怎样？可是我自己的父母用哭是完全没有结果。我觉得我的父母真的很刻苦耐劳，因为最开始姐姐哥哥如果想要什么，当然要哭。可是他们的个性就是不管怎么样，他们不会改变他们原本说的话，所以不管你哭多久或你抱怨多久，只是一样的答案。从小就开始用这种方法。我跟我那个哥哥姐姐很快就了解，我的父母是不可以用哭或不可以用抱怨改变他们的决定。可是我觉得这种方法真的很聪明，让我们知道他们是我们家里有权威性的人，然后他们说的话是一定要遵守的，所以就是很快就是对你们乖乖的。台湾小孩他们想要什么就用哭子，小时候也是这样吧？在我们家真的很有用。我是不会，可是尤其是我弟弟，他只要一哭，妈妈我要新的书包啊，然后就有了。我想要买游戏卡啊，我爸说喝买卡，要我这机可以，我就拿出钱给他。哇哦，他真的好聪明，我也想有这种方式。是因为他真的不想听到我们的哭声，然后就赶快拿东西满足。也有很多家庭是这样子，他们父母是没有耐法，可能跟国家不一样，可能全世界爸妈都不想听到孩子的哭声。所以你自己记得有哭过很严重的事情吗？有一次跟我爸爸妈妈哭，说我想要学乐器，看那个交响情人梦，就觉得哇，那个 play cello 用 piano 就好酷。可是他们好像不给你吧？他在创意啊，被当周杰伦。 No， 感觉是哥哥弟弟的关系吧？弟弟一定是得到。他我说我想
学很贵的东西，那我弟弟可能也跟着想要，就是说也跟着想要求很贵的东西，所以说我就没有被同意了。后来我自己是自己存钱，什么红包钱啊，或是什么打工钱，然后去买了乐器。后来我是想说中国乐器会比较便宜，就学国乐。真的，在我小时候，我妈妈逼着我那个学 piano， 真的吗？然后我是每一天哭着，我不要学，我很讨厌，很讨厌。OK， 然后我们是相反，也相反的。可是我觉得台湾小朋友他们小时候学到用哭可以得到想要的，是影响到他们长大男女友。哦，对，那个女生在哭出来，老公，我想要这个，老公，买我新台车子。然后不给就分手，连他所以家庭教育很重要。就是看到你跟你爸爸妈妈在讲电话，就说 "Papa I love you" 或是 "Sweetie"。电影跟美剧也很常这样说，所以你们应该很常被受到称赞吧？我自己觉得那个美国文化是常用 "I love you" 这句话，就跟你说的一样。我每次跟我妈妈打电话结束的时候，我会说 "I love you" 呢 "Talk to you soon"， 拜拜，就是都会说 "I love you"， 或这个出门前说拜拜 "Take care"，"I love you" 之类。而且我觉得不只是父母的关系，像在亚洲，我发现很多情侣是很少说我爱你或 I love you， 可是在那个欧美文化，真的是每一天要说的。可是我觉得在亚洲 I love you 是一个非常慎重的，既有神圣又有承诺的一句话，在很重要的时间才说。对，比如说 纪念日或是情人节才说 I love you 这样。所以你小时候就很常被妈妈称赞。我父母的想法就是，你如果在为你自己努力和为你自己在变好，他们会觉得 OK 的。像学校的成绩必须要是完美的，可是他们如果看我是每天在努力，每天在做功课，改善我自己，他们能够接受，然后他们一直会说哦 ，good job， 你做得很好，重视你那个彼此心力的感觉 ，do your best。他们会接受的。你的经验是跟我的一样吗？当然完全不一样。我记得我爸妈几乎很少称赞我，就是每天都是骂我，而且我们整个家族人都是这样子。其实亲戚啊那些人，他们都是这么骂的。比如说，看到长辈不叫，会骂说你是 A 告你；不吃饭会骂说你是被做生你；整天打电动就被骂说你是 Q 嘎心。但是我的印象是，那个华人骂小孩是给小孩感觉他们是在乎的感觉，或者他们在意你，他们在注意你的生活，他们想要你是可以尽量更好之类，负负得正。我不知道，我小时候我觉得很没有自信，因为我常常被骂，即便我到现在还是觉得我缺乏一点自信感，就是因为我们是常常被骂的环境长大的，就算我们考100分，我们说是作弊，你是作弊的吗？就是不称赞一下。所以你不管你有60分、100分，一点有错，考不及格说读书不认真，考100分说是你作弊。所以其实是我们家庭是比较奇怪的。反正我现在可以确定是我家还是很爱我的啦。对，就是不敢讲出我爱你，就是更肉麻的话。我真的觉得亚洲人接这些话觉得很肉麻的。可是我现在已经习惯了。爸爸妈妈给你零用钱吗？是什么问题？其实他们有给我们一点点的零用钱，我觉得他们算的方式很有趣，是看我们的年纪每个月给了一半薪水，所以是看你年纪越大给的越多。对，可是你如果看这一年那个60美金2000块台币，我觉得算不多，只要买了自己如果要买衣服，如果要跟朋友出去玩是没什么钱，而且他们从小要教我们用钱的理财，那个钱的里面他们还是会扣水金跟我们存钱，就像我们每个月还是会扣10%的水金，是存在我们的家庭账户，他们还是会额外扣20%放在我们大学的账户，是教我们是存钱的重视，快就学到要小心的勇气。那假如今天跟朋友去看电影，但没有钱，父母说你如果要更多钱的话，那你要去打工。我从12岁开始在我的哥哥的花艺公司打工，每一天一下课去打工。那你哥给你多少钱？他给我最低实习的一半。你们是去补习？就是通常读像比较正统的高中人，真的下课都去补习。可是还是有些像家里比较穷的人，就是可能白天上课，晚上去打工，还是有的。我觉得台湾的小孩给零用钱是蛮普遍的，比较少数那种就是我读大学读高中我不跟家里拿钱那种的人是真的比较独立的，就可能就是每个月给固定一笔钱，对，因为其实有些家庭是反对打工的，他说你是学生你就好好的学习，不要打工。哦哇，所以真的是整个教育第一，可是也是有想打工累积社会经验或是比较穷的家庭，很多都是有啊，其实各种都有。可是普遍的父母都会给零用钱，我觉得可能要把小朋友当成是投资吧，因为以后要孝顺父母，要给父母年半薪水。对亚洲家庭，他们是支持小孩到结婚的时候，可是他们变老，你还是要回他们很多钱，还是要回馈啊。对，要回馈啊。对啊，是也不一定每个爸妈都要求，是一种社会道德，就是要因为我们有孝顺文化，所以多少是要给一点钱。
我好像有讲过一点点，在我出柜的故事，可以在这里看。所谓的 sex talk， 就是你父母会揭示那个宝宝从哪里来的。因为我妈妈她太害羞，她就买了一本书送给我，就像这本书里面是说那个男生女生的。然后我们大概一样的时候，在学校要开始上那个性教育课。那你呢？你是我差不多可怜，他们只是说让你短的灾啊。像有一次，我妈妈就很尴尬的跟我说，赶快去跟爸爸问说怎么洗鸡鸡。然后我爸爸也很害羞，也没有真正的告诉我怎么洗鸡鸡。就是其实我真的得到性教育跟健康教育这个方面，是透过我有自己的电脑之后。对，然后去查怎么解决洗鸡鸡的方法，包括那些宝宝从哪里来的方法，也是从电脑上摄取到的。你们青春期这个身体开始改变的时候，你父母不说什么吗？不会，完全不会跟他们讲事。所以之后我们就是自己一个人打开电脑，然后大家都知道发生什么事。对。那在学校呢？你有什么？学校没有什么健康教育啊、音乐、美术课都被拿去上什么国文、英文，或者借去考试。对，就是大家加油，性教育不能等。好啦，那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啦。如果喜欢我们这种讨论文化差异的影片的话，请记得告诉我们哦，我们会继续做下一集。那如果喜欢这支影片的话，请按赞。你如果爱的话，请订阅。如果你觉得我们讲这些话题有什么想法，可以留言给我们知道哦，跟我们分享你自己的经验。OK， 那有命啊 ！Until next time，拜拜。